那早在唐朝，食疗本草中就已经有记载麻油鸡的功效跟煮法：取鸡1只，洗净，与麻油2升，熬香，放酒静置1晚，饮之，令心肥产妇肥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廖医师的生活中医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可以让大家身心舒缓，然后身体可以温暖的过冬的一个料理——麻油鸡。首先我们要准备姜，那姜在煮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去皮，要记得哦，不去皮。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切薄片，等一下来煸姜，用煸的方式，大概切0.5公分左右的薄片。如果姜太大片，我们可以再把它对切，以方便料理。我们就开始准备要入锅咯。那首先我们麻油冷油下锅，那麻油大概是下200cc 左右。科普时间，麻油的性味应该是甘温润的，那基本上没有热，那热是有可能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产生的。那如果我们用的是冷压麻油的话，这个热就可以有效的去除。那麻油在这个麻油鸡里面的角色呢，主要就是它可以补虚劳、养五脏、祛寒。对于孕妇的话，主要可以减少她的产后的虚困。这时候我们下姜，在这个煸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最主要是要用小火微煸，不要用大火，大火容易焦燥。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程度，姜已经有一点点微起泡。到这种时候的姜，基本上大概在1分钟左右，我们就可以准备下入鸡肉，而且这时候的姜会有一点卷卷的、卷曲的样子。这种的状况之下，我们称为这个过程叫做煨姜。科普时间，那主要是因为姜煸了之后，它的生姜酚，也就是姜辣素这个成分呢，可以有效的转成姜烯酚。那姜烯酚呢，它没有辣性，可是它可以具有让身体发热、提高体温的功能，然后可以增进我们身体末梢血液循环，可以帮助燃烧脂肪。经由麻油微微的去把它煸炒过的这个过程呢，我们叫做泡制，它的姜烯酚会是原本的10倍以上。更有助于我们身体的运作。烤鸡肉呢，这时候我们刚开始下去的火是要以大火，可以产生一点点梅纳反应，这时候会让鸡肉更香甜、更好吃。像这个有一点焦焦的这种，我们就可以稍微翻炒一下，可是不要一直翻炒，还是要让它跟麻油有一点接触的时间，可以把它稍微煎一下。像这样子，表层有一点点微焦。可是这时候其实里面的肉是还没有熟的，是外表已经有点焦化产生出来，已经有梅纳反应。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准备来加酒。我们今天加的呢是红曲酒跟红标米酒各半1比1，我们今天是煮全酒的。那这时候呢，麻油鸡具有益气活血的功效，还有滋补强壮的功能，主要是麻油的温润，加上酒可以行气活血。科普时间，我们使用红曲的目的，运用在孕妇产后的调理。那产后调理大部分不是产后一生完就马上用，大概是在3到4周，伤口已经愈合，然后恶露排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使用。那使用红曲酒主要的目的是，第一个它可以活血化瘀，第二个它可以帮助孕妇的体重减轻，因为它可以有效的代谢我们身体不需要的一些胆固醇。第一个呢是 glucosamine， 就是可以活化我们的软组织，然后正常供应我们的关节的营养，然后让软组织有更好的活动能力。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 gamma GABA， 这个东西可以有效的降血压、调整大脑还有兴奋的作用。那再来是 monacolin K， 这个东西可以有效的降胆固醇。那再来像是 lecithin 这个东西可以预防血管的老化，然后它可以增进我们身体当中 HDL， 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的产生，然后有利于胆固醇的代谢出体外。那再来 flavin 这个异黄酮类，它可以有效的防癌、抗氧化，然后减少我们体内一些病变的产生。这时候呢，就要来请出我们的炖煮神器陶锅。我们现在从这个炒锅就把它移到我们的陶锅来。我们现在准备来炖煮美味的麻油鸡。那这个时候大概一般看个人喜爱，
我们大概是煮40分钟到1小时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锅盖可以稍微微微的开，让酒精可以挥发掉。我们已经完成了冬令进补的麻油鸡烹调，烹调后所产生的过多油脂，还可以搭配其他食材来做变化。下一集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将这些油脂好好的衍生利用吧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订阅加分享哟。